你是否跟我一样，在工作多年之后，也向往着诗与远方？想去看那湛蓝的天空，古朴的高脚楼，还是那洒落人间的万家灯火？拥有自由的气息，以及那梦想中的岁月静好。然而，开房车是到远方相对舒服的方式。正好回苏州工作，离上海不远，有房车展，就过来参观参观。也顺便为观众朋友介绍中国大陆目前房车发展的现况。首先我们看到的这一台是戴德房车公司出的一台 C 型房车，不过看到这个价钱有点吓到我了。一般依维柯的底盘搭配这样的装修，在中国大陆大概是60万左右。这台车要卖到100万人民币，估计是进口的依维柯底盘。这台是59万8，比较正常。有机会也跟工作人员聊聊，看这台车有什么特别的。布局都差不多哈。双拓展这个比较经典，而且很实用。这个实用，对，也算蛮大。和房子要区分开的。对，房子是在国内做的。对。然后底盘的话是在意大利。OK。意大利，然后进口过来。然后国内你要看到有国产依维柯是南京生产的，它那个技术的话要比现在要低一代。OK。有一些比如说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啊，在国产依维柯上是缺失的，包括您花钱想去加装的话是加装不到，对，它的这个技术上要比国内要高的一点。是。另外呢，它有一点好处就是驾驶的舒适度上面其实差别还是蛮大。您开上去以后，它的空悬反应速度要更快一些啊。然后呢，这个我们现在这款房车是进口依维柯底盘，依维柯中国对找戴德房车做的深度定制版。那这款房车呢，其实也是作为底盘厂家去做房车的第一次尝试。那么价格上面其实他不想去做的那么高。这款房车定价现在定到59万8，主要还是底盘是进口的。对，没错。OK。以往我们说进口底盘的房车的话，价位一般都要在90万到200万之间。那么底盘的素质其实是受到了这个价位房车的认证和了解。这次呢，他们做了这款房车，其实是第一款产品，对，想通过这个价位呢，了解一个更多的选择。对，懂了。你们公司也开始做新能源房车的？新能源有依维柯吗？还是就是你是戴德的吗？还是我不是戴德的，但是呢，戴德之前是有做新能源，有用远程有做。那国内有做这个一汽的火六 G， 或者说是现在不是有比亚迪底盘的新能源的房车。但是呢，相对于我们现在用柴油底盘和新能源底盘的话，我更建议你用这种燃油的，因为新能源它可能更依托于一些电量补充啊，或者是混动的，它会去做一些取舍。那么混动那种呢，其实用电力去驱动还是需要有一个内燃机去做电量补充。开的话应该是这样子。没错。那你这样上装的电这台车会这个13度的电，13度电，然后顶部呢会有这个1200瓦的太阳能板进行电量去进行补充。同时呢，房车里面这台房车有去做节能设计，所以说它的用电和其他品牌啊那些房车的用电效果上会有明显的区别。比如说我们昨天开着门开空调，现在电量还有40%，这种在您平时使用房车的话是不会这样去用，开着房车开着门开空调的，不会有这种。没插电都不行。没错，我现在还没有插电，然后里面的电量其实一直是管用的。可是国内的营地不多，出去玩我真的好难找到营地。是的，了解了。那考虑到国内盈利不健全的情况下，房车本身的电可能就要够，水电应该都要够用。没错。了解。好，谢谢啊。眼前我们看到的就是进口的依维柯底盘，不过这个方向看没有看到氮气减震。眼前我们看到的这台车在大陆称为 B 型房车，
就是一般的箱型车没有前额头，远方我们看到的这台车则称为 C 型房车，在驾驶座的上方是有配置额头床。小心台阶啊 OK， 好，谢谢。哎，看下雨天台阶滑。是，这也是一位。对，驾驶室，空间还比较大的。是啊，多少钱？你说46.6，现在活动直降之后的价格是46.6万。一边是3000瓦吗？逆变器是3000瓦，对，48伏3000瓦。空调呢？空调在这边，置顶空调在这里啊，置顶空调都没拿。那个是不是家用的？那么48伏还是20多的那个24伏的？好像是，跟这个都差不太多。我们也有车是那种家用空调，体验感大。这就得插电才有办法用。还行，对啊，你得有电才有办法用。咱这个正常充满电的话，你开一宿空调没问题。对，你是车上面开。可是你像你这一款是我们驻车之后，我不插电，这个空调开得起来吗？可以开啊，它有自出空调的呀。这个叫做自出空调嘛。对呀，它其实有电瓶的嘛，10度电的电瓶嘛，它可以用10度电。对，跟我看大通的那边就不行了。当时我开了一台大通的那个什么807，电池是不是？它没办法在驻车点吃电池的方式去开，还要插电。关键是你太热的天气，你要是这种只要家用空调。对呀，或者歇歇，没事。空间比较大。来看一下14万8的 B 型房车。以空间来看，比较适合短天数的旅行。前方这台则是小额头的 C 型房车，把床都放在后面。小额头的好处就是车身高度稍微矮一些，通过性会高一点，但相对的就会少一张床。对于2大1小以内的人数的旅行会比较适合一点。眼前这台是使用刚上市的比亚迪房车底盘打造的房车。比亚迪一直是使用者的好朋友，一直作为车界的价格杀手。前面我们看的 C 型房车，价钱是40万到60万左右。这台车的售价，待会去问问服务人员，看看是多少钱。比亚迪的底盘是一个轻卡房车的底盘，也就是一般的 4.5 吨货车。额头床有点高，很难爬上去。比亚迪底盘的话多少钱呢？现在这一款？这款我们是展位特价29万9800。29万9800。对 ，OK。这个刚刚的比亚迪房车29万9800。比一般的 C 型房车便宜至少10万人民币。现在我们看的这台车也是轻卡房车，空间表现也相当的不错，价钱问了是26万9800。用的底盘是豪沃的底盘，豪沃的底盘就是中国重汽集团生产的底盘。中国重汽主要就是生产卡车，所以对于轻卡有相对成熟的制作工艺。这台车还搭配了升顶，把2楼升起来之后，上半部是可以放沙发的。所以在旅行的时候，假设找到一个良好的驻车地，在天气好的情况底下，是可以在楼上泡茶聊天的。这一台呢？这一台是卖多少呢？这个34万9800， 34万9千8，是你上面带一圈4周有那个电动升降幕布。今天下雨没有下山。可是它上面会有的坐的吗？4线都可以。上面会有可以坐的位置。可以定坐，可以坐下沉式。OK。下沉式上面有一圈那个 U 型的沙发，还有桌子，还有洗菜池，然后也可以做套瓦式。那就没有含在这34万多的价钱。对，就是加多少？做下沉的加2万，要2万。套瓦式你是43万9800。OK。对，看一下。3个看一个一样的，就这样了吗？可以啊，好，空间呢？对，这个2.5 T 的，也有3.0的。对上起来。3.0的。这车看起来挺不错，要是加了一个侧拓展，就完美了。
在空间上相对可以实现长途旅居的需求。前方这台则是国民神车五菱集团出的房车，是8万8。这台车的内装配色让人感觉很舒服。问一下，这台福顺的这台是多少钱的？这台？就是福特 T8，对，33万8。33万8。33万8人民币不便宜。这一台则是一个硬顶的升顶房车，不知里面空间如何。这可以稍微看一下吗？你了解过这个车吗？我看一下，网络上看过而已，可以看一下哈。好啊，好处是升降顶啊哈。升降顶的吗？这个车是？对。OK， 不过其实空间也没有很大，大概就只能一个人出去玩，对不对哈2大1小可以，你看3口可以没问题。哦，就等于平常是坐在前面，然后到定位之后再升起来。这个床还可以拉出来到这个位置。哦，它是横拉过来的哦，就是睡觉的时候可以那个哦，懂了。好。前方是国内比较少看到的露营拖车。是用帐篷的方式遮风挡雨。这一台拖车则是有硬式的外壳。低单价的房车还是卖得比较快。介绍一下前方这台车。前方这台车的底盘是用 JMC 的底盘。JMC 就是现在的江铃汽车。江铃汽车的前身是国营的南昌汽车保养厂。1993年引进日本的 Isuzu 50菱汽车的技术，近几年又与福特合作生产皮卡房车，所以近些年在房车的市场也有 JMC 的一席之地。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台豪沃的轻卡房车。轻卡的好处就是空间相对大，不过这一台车的设计没有额头床，就少了一点前方的空间。特色是侧边窗户可以全开，搭配32万人民币的价格。这一次在展览体验特别深，奔驰车给人的感觉挺差的。首先，展览看不到内部，想要看看内部也看不了。你看，就只能透过这个角度看。然后呢，服务人员是这个表情，就感觉对于展览这件事情是没有热情的。或许过去的积累让他们很有优越感，但慢慢的，汽车市场不是内燃机把控的状态的情况底下，奔驰车真的能够走得远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揽众房车是国内相对具有规模的房车制造公司。我们走近看看，目前有开发出怎么样的车型？上去看一下。这是一台称为自由炮的4轮驱动皮卡房车。因为是后上门，所以占用了原先放床的位置。于是，在车顶的地方设计了一张非常大的床。上床的高度不算高，这样的布局方式相对适合年轻夫妻。年纪较长的车友还是比较适合后置床，比较没有爬高的问题。这台车看起来不错，空间感表现得相对出色。在没有拓展的情况下，有这样的空间表现，已经相对好了。一会来看看这台车卖多少钱。这厨房这灶台，你说还挺舒服的哈。操作台多长啊？对啊。这个车现在是卖多少钱呢？55万8。55万8。那是57。拓展的是57万8。他那他那个在侧拓拓展啊。实际上是侧拓嘛，对不对？对。这车不带拓展，这空间也真够用的。其实拓展那个，侧边拓展是再加2万，其实还可以。看完揽众，我们来看另外一家雅特房车。这是一台带拓展的细型房车，看来挺舒服的。拓展后空间就相对舒适，装修的氛围也挺温馨的。这台车就适合长期的旅居。这台车搭配依维柯底盘，售价是在65万8。6.5吨依维柯哦，是依维柯的哦。所以这台车大概多少钱？展会期间65万8。60万8，对，72.8万。差不多，大概都是这个价位哈。双拓展的依维柯4.5吨的基本上也在50万左右啊。这6.5吨的基本上都在60-70万。是，对。是。这个双拓展的现在展会价格39万9千9。它也是依维柯底盘吗？它不是，它是北汽福田图亚诺底盘。是福田的图亚诺。对。但内装是不是差不多？内装一样啊，这上装都一样哈。不同的底盘差了26万人民币。对，跟轿车一样，就很好上手，就女士。你只要有 C 门上去，1000、2000就能熟悉，就能开。大师现在是全国。然后它的优势是啥？它的优势，但是呢，同样的价格，它比依维柯一个是价比比较好开，然后它的这个空气悬挂是搭配的，依维柯得加钱，它有空气悬挂，原厂空气悬挂。你想想，你整个家具、整个人都坐在空气悬挂上，舒适度不一样的。你跟坐在板床上邦啷邦啷的，那是不一样的。对你对你家具也好，然后这车还是48伏双拉，刚我说的充电效率高。回血能力强，所以这些，而且它价格还比依维柯低。对，它都是用胶布去给你粘的那种。这就是它的优势。但是可以错置。哇，这拓展好宽。拓展之后就很宽。哇！我觉得坐里面站那个，坐外面比较。瑞斯特。这我什么都听不到这个。那个因为我们看过。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是一台轻卡房车，布局也挺合理，后置床上下相对容易，前方的生活区也挺大的，搭配上汽的轻卡底盘，售价在33万元左右。国六上汽轻卡。
看了一圈下来，C型房车就适合买有拓展的。这个有拓展的。这个好大。这个地方谁觉得有？这煮个米饭，这边炒个菜，对不对？咱们吃个饭。然后一块桌子，支一个桌子，桌子呢你都可以户外桌椅。你们吃了吗？一块是400的，2块800瓦的。为什么好看呢？上面挂的那个横条。啊，那个是造型做的。那个造型好看。第一天是那个造型做的好看。这个多少？这个。这一家房车公司则主要做轻卡房车，也把比亚迪的新能源底盘应用上。不过目前看比亚迪的底盘车型，内装缺点也是很明显。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前方的额头床，实在是太高了，而且空间不大，睡起来肯定不舒服。那后床还不错，这个空间算是挺好的，所以如果是1到2个人出行还可以，前方就当做置物空间来使用。新车29.8万还是挺有竞争力的。商用车带升，坦白说，看完双拓展的 C 型房车之后，现在回头看 B 型房车，就会觉得空间小好多，会失去想买的欲望。前方有个特别的摊位，凑上前了解一下。就像等于说你是有那个料在里头的，对不对？哦，那需要倒吗？还是一样要倒？2个月倒一次。啊，2个月倒一次。可是它不会有，它是完全吃掉，没有水之类的，像我们之前平常要倒不用。好的，怎么那么厉害？就这个样子。哦，所以你们的 know how 就是这个东西，但它平常是要去转的，对不对？它平常你要把它转，让它消化掉的意思。对，让它充分的符合并进行充分的氧气复合。OK， 哦，哦，可是这样物质不灭，它不是应该要？它是变成二氧化碳的嘛？哦，变成气排掉了。哦，懂了。物质不灭是对的。对，懂了。开房车出行最讨厌的事情，其实就是清理排泄物，2、3天得拉着自己生产的水肥到公共厕所处理。想到这个画面，感觉浓郁的味道都出来了。如果能发展出一套不需要倾倒排泄物的方法，确实是不错。看国外的房车普遍有粉碎式的马桶，粉碎式的马桶需要排放，还是营地要有排放口？以国内目前营地的发展状况来说，还离得很远。眼前这一台是使用510底盘的房车，底盘的妥善率好是它的优点，看起来售价是58.8万。当时我们跟机场合作，我们是他们的经销商，然后后面就觉得不方便嘛，我们就自己就有。空间的表现看起来相当的不错，除了后置横床，前方驾驶座上方的额头床空间也相当的大。要说缺点的话，大概就是前方驾驶舱的配置了。不知道大家有多久没有见过冷气的开关是用机械旋钮式的，对新车来说实在是很复古。要考虑大家不好吃，是吧？我真的有那个房子，这高度比较大。
接下来这个房车商主要做高端的商务品牌房车，是以 B 型车为主。这台车作为商务接待或者是明星的保姆车是挺适合的。接下来这个车商是上汽大通。过去我的房车租赁旅游的经验也是在上汽大通平台租的，升顶房车35.5万。人家35万多呢，20几，这款35万我点了，对，20几我也吸进去的，对。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外重力加水口，就水管沉进去，然后水龙头直接流进去就可以，然后压水包。就是这一款穿衣服重的。前方这台新车则是将近73万的售价，拥有双拓展，不过卖的比其他的厂家贵8万左右。也许是因为光线的关系，感觉空间有点局促。另外，这台没有拓展的房车是41.4万。整体的感觉还是拥挤了一些。哦，你这个床不高。此次房车展看到的新型房车主要都是加了这个拓展的功能，对于长期住在房车上是会有比较好的体验。不过所有事情都是一体两面，因为增加了这个拓展，所以对于保温或者是保冷效果肯定是没有非拓展的那么好。这就得看用户的使用场景以及取舍了。然后拿这些投资，然后那个钱就跟我浪的。不是投资，那个50万美金应该是可以的，完了就配一下眼前我们看到的是轻卡的底盘，其实就是原本载货的卡车改成载房子。可以看到这个底盘是有安装氮气减震的。房车行进中的舒适度会相对好一点，对于结构的损伤也会相对减缓。以这个配置表来看，确实已经是顶级的配置了。新能源的，这个是3张床，3张床。小伙子一个小女孩，西安集合，西安集合完了以后，一路向西到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出境完了到哈萨克斯坦，然后一路向哈萨克向西到俄罗斯最南边的车臣共和国打个擦边球，跑1天半时间680公里路就进入了格鲁吉亚。格鲁吉亚的签证呢好，是电子签也方便，然后就是土耳其。土耳其也对我们国家这几年也比较友，也是电子签，也相对来说比较方便。完了过了土耳其以后，我们就进入这个希腊。希腊就是真正的申根国的申根签证的第一国。
眼前的是意大利进口的依维柯底盘，来听听有什么特别之处。过来你要让你看着，这底下的东西是这个就是为主，不然你让你对对对，这朋友来，他一定都会换，只是现在让你看，这从意大利来的时候它是一个样子，你只是最后用的是一个架子。因为进口底盘跟国产底盘的一个区别，包括底盘的刚才的那个有点麻烦。可是国内的做不到这种品质吗？啊？国内的做不到这种品质吗？应该可以吧？哦，不是，它是钢材的强度不一样。你正常那个国产的那个底盘的这个大梁的颜色都不一样，这个是纯黑的，这个是灰黑的，这个是高强度的钢。你说它的材料可能相对好哦，不一样。包括底盘的传感器，因为这个车子它是出厂就标配的这个进口的空气悬挂，所以它的一个匹配，包括它的一个反应速度都会更快一点。了解，相对细腻一点，对不对？对。车展的观众先在直播进行。最后我们看一下在国内相对口碑较好的航盛汽车。门口是放了一台可升顶的 B 型房车。好，我来安排车到，你把行程的你要在场，你先我在。21号。百万地址会9点。里面我停了他营地旁边的，他晒的盖停了我旁边。完了以后有一次我们要去他就上面看那个。你跟他坐一会儿。感觉还可以。看了几台车，明显比上汽大通来的舒适。没人，爸爸上来吧。来，上来。带他去。来，爸爸你跟他上来。啊，那上来吧，爸爸。那你还可以说点表达。拿出来。哎呦。这里是冰箱的。这个大车平常上的一个。车子做的相对好，人气也就相对的多。这个欧洲啊，额头对，这里还这是个人，这是我，就是偏我是个小卫生。哎，等会儿。哦。其实房车跌价是非常快的，所以在国内的二手市场交易也是相当的热络。至于跌价跌得有多快呢？这么说吧，3年的车大概剩下50%的落地价，也就是60万的车，3年后大概剩下30万左右的市场价值，1年大概会掉了10万。所以第一台房车也适合找3年左右的二手房车，挑选大厂出厂的非事故车，品质会比较有保障。前方这个展览的大型货卡得预约才看得了，就没办法为各位介绍了。今天参观房车展的感想呢，感觉没有太多新的设计出来，唯一不同的大概就是有新能源房车的问世，那解决用电的问题。不过整体来看，在大陆买房车还是相当的划算。门口就有一台双拓展的航盛二手房车，卖33万，不过没有标示是几年的车。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希望各位能够早日买到自己属意的房车。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